大雄的全部家当就有足足10块大洋，这都怪爸妈太抠门。但大雄却有一个喜讯，北海道的土豪阿姨下周要来串门，能不能单车变摩托就看这一回了。大雄恨不得明天就是下周，可老爸却带来个噩耗，因为消费税涨了，土豪阿姨竟然买不起车票了。看到到手的票子就这么没了，大雄就要对国会重拳出击。为了配合大雄的演出，蓝胖子拿出便携式国会，别看玩具虽小，但五脏俱全，只要写上下周减税的方案，接着放入信封，再投入到国会中，老爸就带来了喜讯，土豪阿姨又要来了。既然国会这么给力，大雄决定造福人类，给小孩子发钱的提案信手拈来。毕竟爸妈的钱未来都是自己的。下一秒，老爸就万丈光辉，当起了散财童子。这么棒的道具，陆木都要爱了，感觉自己成了总理大臣，大雄就飘了，连老妈都不放在眼里，结果成了苦命的清洁大臣。大雄可不会坐以待毙，不让小孩干活的提案当着老妈的面扔了进去，老妈咣当一下，竟主动承担了家务重任。大雄想疯狂买，可多数党就是个无底洞啊。于是今天悬赏1折的提案被扔进了国会。大雄潇洒地走出2步，就听到女生们感谢国会的声音。大雄把一切功劳都揽在了自己身上。路过空地，就看到虎父不怀好意，还叫大雄汉字博士。原来大雄把名字写成了野比犬熊，还遭到了虎父2人的满级嘲笑。有仇必报真大雄，直接把犬字和太字调换了。接着选择主动出击，正好有个小伙伴叫犬山太郎，可一看门牌，众人一时都不知道字咋写了。大雄潇洒地走出2步，就看到媳妇儿跟学霸大白天约会，开口一问，得知2人还要回家深入了解。想要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有点绿，不能布置作业的提案就能轻松赶走学霸。大雄满心期待来到媳妇儿家，岂料就算没作业，小学生也热爱学习。如果是回家后不能学习呢？果然学霸不在了，但静香又去了那个熟悉的地方，只能晚上泡澡的提案。大雄始终还是不忍心夺走媳妇儿的最爱，来到浴室前邀功，却遭到静香的远程攻击，被媳妇儿淋成了落汤鸡。还遇到胖虎又在睡觉吃饭打小夫，本着世界和平的原则，打人必被打的提案凭空出事了。胖虎正要对小夫使出致命一击，大雄就送来了提案通过的喜讯，胖虎只能当起了忍者。岂料小夫抓住了提案的漏洞，竟使用了嘲讽技能，胖虎没忍住出了手，小夫只能还之一拳，拳拳相报何时了？2人礼尚往来，打出了群殴的感觉。罪魁祸首大雄只能逃，却拐角撞到猫，但蓝胖子丝毫不争气，因为铜锣烧1折，他实现了口粮自由。等大雄赶到时，店都被清空了，全场1折，傻子才不买。商业街人满为患，大雄赶到最后一个场子，结果也卖光了。大雄气到原地爆炸，要跟这些恩将仇报之人势不两立。人到狠时方自私，什么大雄是拳皇，什么大雄的生日是国庆，各种奇葩的提案来了一沓。蓝胖子满载而归时，正好撞到大雄黑化的时刻。蓝胖子想出手阻止，可惜手太短。大雄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要来了，岂料下一秒国会炸了。那么小伙伴们知道为什么国会会原地自爆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小夫一个拐弯就遇鬼打墙，夜色中的古装美女又会是何方妖怪呢？小夫可是货真价实的土豪， iPhone 13刚出就入手了，随手给蓝胖子一拍，再运用亚洲3大邪术 PS， 蓝胖子就成了真狸猫。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大雄不会在乎他人的感受，岂料下一秒也中招。媳妇儿虽说小夫过分，但表情却不会骗人。大雄失恋了，蓝胖子暴力开门，觉得自己的猫生受到了奇耻大辱，但丢了媳妇儿的大雄更伤心。蓝胖子要贯彻有仇必报的优良传统，拿出狸猫机，让大雄来个 cosplay。这不是在小学生胸口撒盐吗？但这并不是普通的狸猫装，而是魅惑装。比如传说中的鬼打墙，就是用了这套神奇的装备。大雄穿上装备，化身成狸猫，人畜无害地看着蓝胖子。蓝胖子惊呆了，可躲不掉的还是逃不掉。蓝胖子中招了，竟然真的认为自己就是一头货真价实的狸猫，还高兴地在月下翩翩起舞。看来这道具果然名不虚传，蓝胖子都要气炸了。但大雄只想复仇。小夫刚潇洒地走出几步，2名大汉就出现在身后。大雄发出脑电波，小夫就拐角遇到不是爱，而是从未走过的陌生路。小夫都惊呆了，可探险之心人人有之。此时出现了分岔路，周围还都是奇怪的建筑。小夫生怕走失，决定原路返回。可诡异的事情出现了，小夫再次回到分岔口。小夫无助乱跑，又遇死胡同，这下小夫真的怕了。可原路返回，再次回到死胡同。
这下小夫慌了，又回到了分岔口，觉得这辈子就这么迷失了。但在外人眼中，小夫就成了喜剧人。小夫无助地走着，此时日月交替，小夫惊呆了。黑暗中灯火纷纷亮起，而小夫的身后仿佛多了什么。小夫嗷的一嗓子就想回家找妈妈。小夫无助地摔倒后，眼前出现了一处民宅。小夫想亮出土豪身份借住一晚，二话不说进了静香家。可在小夫眼中却是个乡间美女。小夫提出要留宿，都给静香整蒙圈了。小夫此时已饥饿交加，拿起洗脚水就一饮而尽。静香都惊呆了，毫不意外，小夫中毒了。这下大雄爽了，以为有人要害朕的小夫膀胱一扫，却看到了一条尾巴。小夫手指一挥，就要有仇报仇。金光年化日看上了静香的裙子，可小夫追人不看路，撞到了大猩猩，结果被一波送走。小夫之仇已报，接下来就是胖虎了。两人一路跟随，大雄发动脑电波。胖虎拐角遇到的也不是爱，而是那条熟悉的街道。胖虎同样来到了分岔路，可跟小夫不同的是，胖虎对未知充满好奇，一路蹦蹦跳跳体验探险的快乐。但大雄还有后招。此时夜色降临，胖虎同样来到了乡间民宅。大雄做好准备，坐等上钩。胖虎拉开房门，就看到了化身房主的大雄两人。大雄让胖虎别客气，随便吃。岂料胖虎竟然挑食，嫌弃皮蛋瘦肉粥太弱，直接选择搜刮。这一口铜锣烧，两个小家伙破防了。胖虎选择一口闷，拍拍屁股走人了。蓝胖子可是相当护食，定要加倍还之。胖虎潇洒地走出2步，就遇到大雄两人背后偷袭，瞬间幻化成2头巨型狸猫。但胖虎有个响当当的外号——一拳超人，大雄两人哪里扛得住？胖虎只是抡起拳头，两人就下跪求饶，可结果却丝毫没有改变，活生生被打成了真狸猫。那么两人的狸猫装可爱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带着祖先未来一日游，却意外让祖先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。英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就算面对千军万马，也要自报家门，勇往直前。这就是以一己之力对抗100万大军的小夫家的祖先，这是祖先打下的家业，小夫家才能世世代代都是土豪。胖虎一听也自报家门，我家的祖先一拳可打100名小学生。小夫不嫌事大，想让大雄也自报下家门。看着虎父二人明知故问的嘴脸，大雄超生气的，回家就逼老爸说点祖先的英雄事迹。可这不是难为老爸吗？大雄还幻想祖先中会有个名人，但老爸的回答很简单，家里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平凡的打猎人。但蓝胖子三观超正，认为不应该以祖先而夸夸其谈，但这反倒启发了老爸，家里确实有位名人，而且是以吹牛而闻名。简单来说就是满嘴跑火车，胡说八道。但老爸认为吹牛也算一种本事，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脸皮厚到信口开河。大雄很好奇吹牛祖先到底吹了啥，可老爸也不是古代人，完全不知道啊。既然老爸不给力，大雄关于祖先的作业也就宣告泡汤了。但有蓝胖子就有时光机，两人来到200年前的古代，两人一路寻找，看到一位大叔，准备上前询问，可吹牛大王的大名老人却不知。蓝胖子只好报上祖先真名，这下大叔知道了，不就住在那个茅草屋吗？两人来到草屋前，终于见到了祖先本尊，可祖先一脸蒙圈，对于大雄口中的吹牛大王，他这个老实人打死也不认。大雄还以为祖先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，两人谄媚奉承，希望看到祖先的真本事。二话不说绑架了祖先，就要带回未来。祖先哪见过这种高科技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大雄拿出小本本，就要开始做笔记。岂料祖先搓手求饶，希望两人饶他一命。看着屋中的电器，祖先慌了，想逃没逃成，还启动了吸尘器。祖先哪见过这等吃人怪兽？厨房的一系列装备让祖先直呼魔法。送上热茶，想让祖先冷静冷静，可祖先没冷静，反而更惊了。看看电视吧，差点把祖先一波送走，又是战斗机，又是坦克大炮，祖先惊了，再不跑命就没了呀！客厅一团糟，老妈回来估计少不了一顿女子单打。两人出门寻找，以为祖先与小电驴在跑，但跑着跑着，祖先却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他看到了挖掘机变的恶龙。就连电车祖先也怕，地球太危险，俺要回火星。此时小夫的一身古装扮相，让祖先找到了同伴，下跪磕头，一气呵成。小夫都惊呆了，自己的曾孙子来了，祖先反而更怕了，一个手滑就让小夫射死了。祖先留下的战袍上竟然还挂着价格标签。大雄想跟祖先继续长谈，可脚下一滑，竹蜻蜓上了祖先头，让这个古代人体验了那个年代不应该有的飞天快乐。这下闹大了，把祖先给弄丢了。大雄两人再次踏上寻祖先之旅，此时的祖先都快被玩疯了，看着祖先如此可怜，两人于心不忍，再次将祖先送了回去。此时的祖先就像丢了魂，
直到看到了熟人，才开始夸夸其谈他在未来的所见所闻。就是这番仙境之旅，成就了大雄祖先吹牛大王的名号，祖先成了说书先生。如此天方夜谭的怪话，古代人又怎会信呢？从此，祖先就有了个响当当的名号——吹牛野比。那么，小伙伴的祖先有名人吗？